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林志。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做的是 WordPress 的站点搭建教程，属于动态站点，功能强大一点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Hexo 的站点搭建教程，属于静态站点。虽然比不上 WordPress 的功能，但是基本的交互都可以通过插件做到。另外，喜欢看我这一类做基础教程视频的，希望帮我点个关注，新人博主还是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感谢大家。废话不多说，老规矩，我们先到博客看文章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主要来搭建 Hexo 站点，是通过把代码部署到 GitHub， 然后通过 Cloudflare Pages 去发布。开始之前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。我们这次搭建会用到2个安装包，官方下载的话可能会慢一点，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去通过代理下载会快一点，或者直接去我的云盘去下载。另外的话 ，GitHub 在国内的访问也不太稳定，也是建议大家全程能通过代理去部署吧。这里我放了我自用的，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操作。这里我这2个本地已经下载好了，我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。我们先来安装这一个。这全部默认就可以了。OK， 安装完成了，我们再来安装这一个。这一块我们也默认。这里的话我们注意一下，这里建议大家选择这个 main， 因为现在目前的 GitHub 默认的分支都是用这个来了。这里我大概做了一下解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你用这个默认的其实也可以，我们后续可以通过代码去改。我这里就先按这个默认的来，你们如果正常安装的话，可以用这个默认的来安装。直接默认安装就好。OK， 我们这里安装好了。然后我们要通过命令去安装这个 Hexo。我们来进入这里，打开命令窗口。我们复制这个命令。OK， 我们这里安装好了。这里有个情况大家可能会遇到，当你的 npm 不是最新状态的时候，它会提示你一个版本过低的情况，然后你们运行这条命令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里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我们现在要去初始化一下 Hexo 的项目。我们先要找个文件夹去存放它的项目文件。这里的话，我直接存放在我的用户根目录下面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。我们到这个文件夹下面去。那我们先要来部署 Hexo。
它会创建一些项目所需要的文件。OK， 这样的话就表示已经创建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用户目录下面，我创建了这一个文件夹，对吧？这里面就会生成所需要的配置，站点所需要的配置，然后我们再去安装一下依赖。OK， 安装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下本地服务器，然后来查看一下有没有搭建成功。OK， 启动成功了，我们来访问一下看一下。OK， 这就是 Hexo 的一个默认的页面，说明我们本地已经搭建完成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文件代码部署到 GitHub 上面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肯定需要先有一个 GitHub 账号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提前去注册一下。我们可以先登录一下这里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已经注册登录好了。这里的话是我们的用户名，然后有一个注册的邮箱。我们这里先要把对应的信息先放进去。我们先这里来把那个服务器关掉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把这个配置，它需要通过这个来连接 GitHub。我们先配置一下用户名，然后再配置一下邮箱。邮箱的话就是你注册的邮箱。怎么老是？OK， 配置完成之后，可以用这个代码查看一下有没有配置成功。OK， 这里就已经输出了，那说明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初始化一下，直接复制吧。这里可能不行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。OK， 它创建了这些，它说明已经放到这个里面去了。我们要去，这是属于一个暂存区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要去手动去新建一个仓库。我们这里来新建，这的话就是仓库名。我们可以就建这个名字。今天的键盘什么情况？这里描述大家随便不填也没有事。这里的话，建议自己的站点的话就私有就行了，不要去公开。OK， 其他的默认我们直接来创建。OK， 这里的话就创建好了。我们回到博客，然后这里的话，你创建完成之后，这就是你的仓库地址，对吧？其实就是用户名加上
加上你的那个仓库名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复制一下。我们把这个用户名改了，这里改一下，应该是我当时写错了，我们来尝试连接一下。OK， 这里的话，如果说像刚刚默认的，它默认的主干就是 master，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，我们现在统一用这个 man， 我们来修改一下。OK， 然后我们来上传到这个，这里的话正常会需要你验证一下，我们等待一下。哎，这里没有让我验证，可能是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它已经验证通过过了，所以我这个是受信任的，所以就没有让我再次验证。正常的话就是你去连接它的时候，它会弹一个窗口让你验证，你授权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项目，我们刷新一下，你看这边我们刚刚的文件信息就全部上传上来了。然后我们部署好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发布到 Cloudflare 的 Pages 去，然后我们先登录 Cloudflare， 我们选择这个 Workser Pages， 然后创建，选择 Pages， 然后这里需要去连接这个 Get， 然后最开始进来我们如果没有部署过的话，需要去连接 GitHub， 然后这里继续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我们要选择你要授权的仓库，这里的话是所有，建议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就可以。这两个是之前是一个测试的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创建的，我们安装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的话我们是要通过这个仓库去发布，对吧？我们开始设置，然后这里都是默认的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，这里的话需要输一个构建命令，我们把这里复制一下，复制到这边来，然后这里的话默认就 public 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来去部署一下。这个等它部署完成。OK， 这里的话就显示成功了，对吧？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地址，这个地址的话是可以直接去访问的。现在还没有马上出来，因为它的 DNS 解析还没出来，我们可以等一会儿。现在的话，就基本上整个站点就部署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自定一下域名。这里域名需要注意一点的是，如果你是自己购买的顶级域名，直接托管到 Cloudflare 的话，它是可以去自动带出解析的。但是如果是你没有托管到 Cloudflare， 或者说你托管的是2级域名的话，它就不能自动去解析，需要去手动的添加 DNS。然后我们这里来看一下，我们点击继续处理，然后它这里就会跳到你这个项目里面，我们来自定一下域名。然后我们设定一个，这里的话就是输入你要访问的一个，然后我们来输入一下。这个之前我应该配置过了，我来改一个。今天的键盘有点问题啊，什么情况？
键盘真的，我们设置 T1吧，好吧。然后这是我们免费的2级域名嘛，然后我们点继续。OK， 这里的话它就没办法自动带出解析出来，我们需要去手动设置一下。这里的话我们要选择这个自己去自定义 CNAME， 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手动去添加一下这个。我们重新打开一个吧，重新打开一个窗口。然后我们到我们这个域名下面去添加 DNS 解析，这创建 CNAME， 这里的话是 T， 然后我们需要指向这个地址，好，保存。OK， 然后我们这里要让它检查一下，它自动会去检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应该好了。OK， 这边已经出来了，说明我们已经发布成功了。这个地址也可以直接访问的，如果你没有域名的话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地址直接访问。然后我们再看等这里。这里有时候提示的不会很及时，我们可以尝试直接去访问这个地址。好，这里我们其实它已经成功了，我们也能直接访问了，对吧？但这里它还没有提示。正常的话，等一会儿它会有一个解析成功的提示，但这里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了，因为我们已经部署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可以，这里可以不用看，我们可以稍后完成这样。它等会儿我们刷新一下，看一下它有没有成功。这里还没有刷新出来，它这里还没有更新，但实际我们已经 OK 了。然后整个搭建教程的话，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。然后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 Pixel， 然后通过 GitHub 和 Cloudflare 的 Pages 去部署和发布站点。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。OK， 这里我就不等了，后续大家可以自己去刷新看一下，访问的话是没有问题了。下一个教程的话，我会给大家来做一些简单的基础操作吧，如何去发布文章和一个主题的配置，好吧 ？OK， 那今天的教程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